梅菜扣肉，你一定要有梅菜，你一定要有那个扣肉。现在吃法就是7成瘦3成肥了，跟我们早期不一样。早期他们要求是7成肥3成瘦。这个就是你的梅菜扣肉，为什么长得跟我们熟悉的不一样？通常我们家呢都是煮这个梅菜焖肉，很少煮梅菜扣肉。梅菜扣肉的那个制作工序很繁杂，是。我们只有到酒楼餐馆才去吃这个梅菜扣肉。我祖母煮出来的梅菜啊，太干了，好像在吃草，不适合我们现在人吃的感觉。啊，有这样夸张吗？对。当制作单位跟我说这一集要还原的呢，就是古早味的客家梅菜扣肉的时候呢，我马上就知道啊，要跟我搭档的厨师他是谁了。他10岁的时候呢，就煮饭给自己家人吃，很厉害咩？我6岁就煮了咯。他20岁呢，就正式踏上了烹饪之旅。很奇怪哦，他不用服兵役的咩？如果他是一道菜，我会怎么形容他呢？3个字：咸、肥、香。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傅伟康。Hello， 陆江。Hello。So Brandon， 你跟这个客家梅菜扣肉呢，有什么样的渊源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婆婆煮的梅菜扣肉呢，那个摆盘很漂亮。不过呢，我只看过1次而已，可能是那个工序比较繁琐，我就比较少吃。比较常吃的是妈妈煮的梅菜焖肉，就比较家常式的一道菜。所以你今天呈现这个颠覆版本的客家梅菜扣肉啊，灵感是取自于你妈妈的梅菜焖肉啦。对。啊，这个肉哈，感觉上非常的嫩，然后那个皮是脆的。这个猪肉呢，就把它腌制24小时，然后放在猪油里面油封5到6个小时，然后我们就煎，煎了过后我们就放进 oven 里面受热，就摆盘了，然后就摆盘了。你的这个梅菜哦，吃起来有点像sauerkraut。对 ，sauerkraut。哦，这个法文名字叫做 choucroute garnie。choucroute 就是 sauerkraut， 我就以 sauerkraut 作为我的灵感，梅菜来代替包菜。我用的梅菜是咸跟甜的掺在一起，用白酒、大葱、烟熏肉、香料慢慢给炖上来。你用的梅菜呢是什么梅菜呢？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拜托了，厨师是你嘞，你应该懂这些资讯的吗？大致上呢，你用的是惠州的梅菜，惠州的梅菜呢才有咸跟甜的，这一点你都不懂啊？这样我怎么做节目？难道要我给资讯咩？啊 ，OK 了，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就跟你分享一些资讯哈，这边有写着，客家菜呢用料实在讲求的是咸、肥、香。对了，这3大特色，在众多的这个客家菜当中啊，由于客家梅菜扣肉呢，完全符合了咸肥香这3个字啊，所以呢，它就成为了比较著名的一道菜。我也找到了这个客家食谱，其中的一个作者哈，是你认识的，谁？他姓赖。哦呀，赖老板。对了，就是赖老板，还记得吗？上次啊，我们做那个算盘子啊，也去找他嘛，对不对？所以这次呢，我们要去找他，让他跟我们分享客家梅菜扣肉的一些知识。跟你说，我做这个古早味侦探啊，对，这3个系列啊，每一个系列呢，我一定会来拜访的呢，就是赖老板你。谢谢你。所以今天呢，你就知道了，我们全主人又很不要脸的，又要来挖你的资讯了。那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梅菜扣肉。在早期的50、60年代，新加坡也是刚刚有那个客家餐馆呢。他们就会制作梅菜扣肉，所以变成这个就相当的流行。在1969年，那时我本身不是在这行业，碰巧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厨子，他就找我们客家人说要来组织一个客家菜。哦，所以你的梅菜扣肉是从一个香港师傅学来的。可是他本身是客家人。客家人。
因为早期在60、70年代的话，香港是很风行客家菜，可以说是大概有70%都是以客家菜为主。像在早期的时候，家家户户就是没有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这一般上是拿去焖，梅菜切了，放点辣椒干跟猪肉一起焖熟就好了。餐馆的人就会想说，另外把它拿去炸，就变成很成功了。他们更喜欢那种味道。梅菜扣肉是晚期60、70年代才在餐馆出现的啊，那是最风行的时候。客家梅菜扣肉的由来说法甚多，众说纷纭。有说和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有关。苏东坡为官时仕途坎坷，曾经被贬谪居惠州。热爱烹饪、钻研美食的他，仿效东坡肉的做法，并且就地取材，用惠州梅菜搭配3层肉，制成了梅菜扣肉，深受惠州当地人的喜爱。梅菜扣肉、盐焗鸡和酿豆腐被称为客家菜3件宝。梅菜扣肉，你一定要有梅菜，你一定要有那个扣肉，也不会很肥嘛。现在吃法就是7成瘦3成肥了，跟我们早期不一样。早期他们要求是7成肥3成瘦，他们在7成肥3成瘦啊，就是有一种猪油的味道香味。赖老板吃这个梅菜扣肉是要配白饭的。对呀，梅菜本身是咸的，你不可能说不配饭就会感到很咸。那你的制作过程是怎样呢？这道梅菜扣肉最少要花6个小时。当然你在漂洗梅菜的时候啊，用的时间是2个多小时。一般上我买回来的梅菜可能留下有沙粒和盐啊，很咸的啦，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3次的漂洗。你用的是惠州进口的咸的梅菜为主了，它盐分比较多，经过3次的漂洗，我们就把它捞上来，扭干了它去切，我们就买一条白的毛巾。放在毛巾里面，又再扭干了，就才直接放锅里面炒。放锅里面炒的时候，我们就用蒜油爆香它，就把梅菜倒下去。我们最主要加糖跟那个胡椒粉，其他的调味料就不用了，给它带有那个原汁原味的。梅菜我们讲完了，我们就讲猪肉。猪肉一般是3层肉啦，3层肉我们在汤锅里面烫到7成熟，就捞上来过冷水。过了冷水的话，我们就要擦洞。为什么要擦洞呢？因为猪皮很厚，它里面很多脂肪没有办法爆出来了。当你擦的洞，那个油里面油脂爆出来，变成皮很松了。以前用的是竹签这样擦咯，后来我们就发明到很多洞的那种餐馆用的那种，就更方便了。擦洞了之后呢，这是上色。上色之后，我们用红酱油。用红酱是后来为了过年过节啊，红酱擦上去，所以它的颜色就不会这样黑了，就是给它卖相美一点。那赖老板，你就是直接把红酱油涂上去，也加点清水，给它弄得薄一点啊。1汤匙的红酱油需要用到1碗的清水啊。那古早味呢？他们是用红酱油还是黑酱油来上色？基本上啊，他们一路来是用黑酱油的。OK， 好，之后呢？上熟了我们拿去炸，炸熟了的话就拿来切了。那古早味的梅菜扣肉是切的，好像现在这样子呢，还是有可能是比较厚一点？餐馆吃的都是差不多长是3、4寸啊，好厚是3、4分。切了就跟炒梅菜一样，放那个蒜油爆香它，一直炒到它猪油逼出来了，我们就加汤水、黑酱油、糖跟胡椒粉，再放绍兴酒，还要经过焖啊，焖好了拿去蒸啊。OK。最重要就是它的肉啊，它皮像虾，梅菜围边，然后你煮着吃，倒在下面。当你蒸的时候，你倒扣的时候，就像这样的皮向上，梅菜就围边。OK。那以前呢，在蒸的时候，他们是放在那个竹笼里头，还是什么？蒸的时候，早期他们可能用像我们那种典型的那竹的蒸笼啊，很少是用白钢的啦。那他们是放在那种铁碗？早期的时候，我看他们用瓷的比较多了。用瓷的，是的。OK。制作工序好像蛮繁琐的哈。对。所以一般上家庭里面很少人要制作梅菜扣肉。所以梅菜扣肉这个扣字啊，除了反扣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就是一个把东西扣在讲叫扣针这样，把它扣在一起的。所以有2个意思，一个是那个反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所有东西扣在一块，就是有那个所谓的凝聚力。所以赖老板非常谢谢你啊，又再一次的让我们呢，有更多的这个资讯，谢谢你了。OK 好。
这一栋楼呢是建于1927年，是著名南天大酒店和南天大酒楼的原址。那当年呢，在牛车水这一栋呢是最高的建筑物。我现在要去的这间餐馆呢，它主打呢就是西式料理中呢融入了这个亚洲的元素，它就隐藏在这栋历史悠久的建筑里头的顶楼，所以这里是有美景。 有历史，还有创意佳肴。问题只是这里很晒，晒到你的额头都反光了。快点进去。Chef Samuel， 先给我介绍一下你今天的这个料理吧。今天我准备给你的这道菜是我的 take on 我们传统的梅菜扣肉做成的意式炖饭。 我有看到肉，可是看不出它是客家梅菜扣肉，比较像那种日式的做法。不过呢，这个又像西式的那种 roulade。Yes， 我把梅菜拿去和蒜蓉还有小辣椒一起炒，还有一点绍兴酒铺在3层肉里面卷起来绑了，然后我会插洞，插黑酱油，就放在一个 sous vide bag 里面，拿去 sous vide。 做成一个很像日式的叉烧这样 ，OK， 所以梅菜都在里面。我先品尝一下。在我慢慢的咀嚼的时候呢，那个梅菜的味道跟那个熟悉的肉的味道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有那个梅菜扣肉的那个精神在那边。当你一咬到意式炖饭的时候啊，那个西式的元素就来了。 我吃过很多 risotto， 我从来没有吃过，risotto 里头呢是加了梅菜的。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汤汁来炖这个饭呢？汤汁里面有我们自己做的鸡的高汤，饭里面我也有加一些梅菜。在时间方面啊，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呢？8个小时，单单煮那个肉是6个小时。 赖老板还说，他的6个小时啊，已经很繁琐，已经很累了。啊，你用了8个小时啊！我的天呐，我还以为啊，用了这些新的方法呢，它会更加的简化。当然，最大的惊喜呢，就是不同国家的一些特色烹饪的方法都在里头，有这个日式的做法，有意大利式的做法，也有中式，也有西式。这个盘子里头的这个菜呢，感觉呢就让我好像是走遍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所以在嘴里头呢是一种享受。呀，谢谢你的创意，谢谢你。 陆江，虽然这是我们还原的是客家梅菜扣肉，不过呢，我们对这个梅菜好像不怎么认识。你还敢讲啊？啊，我问你这样多问题啊，你什么都不知道。Anyway， 现在我们要去拜访的这位专家呢，他肯定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很多呢有关于这个梅菜的那个历史呢，还有知识。除此之外呢，他还准备了梅菜扣肉给我们吃。那么多的他究竟是谁？不要问那么多，继续走。 怡珍姐，1年不见了哈，是还好吗？好，你气色还很好吗？谢谢。你看你的嘴唇很红哦。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你也知道我们今天来的这个用意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的梅菜扣肉，为什么长得跟我们熟悉的不一样？哦，这个是家常版本的梅菜焖肉。 所以你们在家里没有做那种扣肉的形式的啦。通常我们家呢都是煮这个梅菜焖肉，很少煮梅菜扣肉。梅菜扣肉的那个制作工序很繁杂，是。我们只有到酒楼餐馆才去吃这个梅菜扣肉。你在家里做这个的话呢，你用的时间有多少呢？加起来大概2个钟头吧，简单的多了。 这个梅菜焖肉和梅菜扣肉呢，随时都可以吃吗？还是只是在喜庆啦，还是佳节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吃到？我们平常的日子呢，都可以随时煮来吃。唯一呢，就是新年我们不吃。华人新年呢，我们都讲好意头嘛。这个梅菜呢，跟那个倒霉的梅啊，同音。对。而且颜色也不是很漂亮。是。但是如果说过节，比如说中秋节啦，端午节这些呢。 有人煮来吃的，梅菜就咸嘛，猪肉就肥嘛。那么梅菜跟猪肉交织在一起呢，那个香气不得了，正符合了我们客家传统菜式咸肥香的特色。OK，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来试试看吧。OK。哇，真的是肥嘞！这个肥油的比例哈，80的肥，20的瘦。咸吗？坦白说不咸哎，不咸，因为我没有放盐的。 全部是靠这个梅菜的咸味。这个刀部梅菜
没有那么咸。啊，你用的是大埔梅菜。对呀对呀，通常吃的应该是惠州梅菜吧？对，这个就是跟我平时吃的不一样。那么在我们客家的盐乡地区呢，大部分人都会自己制作梅菜啦，各家各法啦。那么制作出来的梅菜呢，就有些许的不同。那我本身是梅县客家人，小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吃过我妈妈煮的梅州梅菜。那么现在我是大埔媳妇，一直以来呢，我在大埔的那些亲戚，他们会把制作好的梅菜呢寄过来给我。我用过大埔梅菜过后呢，我觉得那个口感非常好，我就比较少用其他地区的梅菜了。大埔梅菜跟这个梅州梅菜呢，在新加坡来讲呢，就比较难找到。那这3种梅菜啊，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制作梅菜主要的那个原材料呢，就是芥菜跟盐呐。每年农历10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芥菜大丰收。芥菜收割后洗干净，然后呢就挂在屋子外面的竹竿上去风干。风干了之后就撒上盐，就是1层芥菜1层盐这样子，让它腌制1个晚上。隔天呢，就把腌制过的芥菜拿出来蒸，蒸了又拿去晒干。那么前后连续要3蒸3晒。大埔梅菜的特色就是在蒸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会淋上茶跟那个客家娘酒，所以特别香。梅州梅菜的制作过程跟大埔梅菜是很类似的啦，只是在蒸的过程里面呢，它没有加入茶跟酒，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比较干，比较硬。大埔梅菜跟这个梅州梅菜呢，只有咸梅菜。惠州梅菜有分咸梅菜跟甜梅菜2种。惠州咸梅菜，它每一次蒸之前呢，都会抹上1层盐，所以它很咸。所以它的成品呢，我们可以看到表面呢还有很多盐巴。甜的梅菜呢，就是在晒最后一次的时候呢，就抹1层糖。赖老板说过，惠州的梅菜它要洗很多次，要浸泡很久。对。那剩的2种梅菜呢，它的处理方式是怎样呢？大埔梅菜也好，梅州梅菜也好，它是绑成1扎这样子吗？所以你在浸泡之前呢，需要把它剪开来，跟它打上来，放在水里面去浸。那么它的头呢比较硬，要先把它剪掉，那个部分不能吃的。那么你在浸泡的过程里面呢，要把它叶子打开来。大埔梅菜因为它有加上这个茶跟酒嘛，它比较湿嫩，不用浸泡太久的。梅州梅菜呢，它就比较干、比较硬，所以浸泡的时间要比较长。所以珍姐要用这个梅州梅菜啊，来做这个梅菜扣肉啊，挑战会来得比较高，因为它很难处理，很难煮得好吃。对的，也就是说，就算手艺很好，做出来也未必好吃。所以这样子的话哈，就给你这个任务，你就用这个梅州的梅菜，然后还原的当天呢，我会吃饱饱才去拍东西。如果你买到的那个梅州梅菜哦，它很老，那是难上加难了，是吗？好吧，我就接受这个挑战。不过最重要哦，你进水的时候一定要打开来，要先泡水，先泡水，先泡水。Stop！ 这2个人啊，他们会一直讨论出来，不然我就把你留在这边了哈，你就慢慢的继续的跟那你不要吃了啊！啊，我就让你们2个继续的谈好，拜拜。你们要走了吗 ？Let's go 聊，他们2个讲不完的呀，拜。据我了解的一间餐馆的经营方式呢，就是法式摩登亚洲料理。这位主厨呢，擅长这个法式料理，他也很喜欢亚洲的美食，所以每次在煮东西的时候呢，都会用这个亚洲的食材。制作组呢，就send了我一张他的这个照片呢，据说他为了拍这一张照片呢，就傻傻的坐在那边给蚊子叮了很久，感觉上这个人还蛮执着的。我说了那么多，为什么还没上菜呢？你好，Hello， 你好，你好，来，这是 Marvelous， 对 ，Marvelous， 所以你就是 Chef Marvelous， 对。所以今天你要呈现给我的是颠覆版本的客家梅菜扣肉，很好。这个是我们主打的梅花金肠玉。哇，金肠玉啊！对。你可以稍微的跟我介绍这一道菜吗？因为坦白说，我这样子看呢，
它一点都不像客家梅菜扣肉。我自己是福建人嘛，所以福建有一道菜就是叫虾饺啊，所以我就想拿客家人的梅菜扣肉，然后再用我法式料理的背景啊，掺一点法式料理的元素在里头。对，融合在福建人的虾饺。哇，你说着说着，我肚子就开始叫了。哦，外皮和是好像那个虾饺这样子是脆脆的。对。给我先吃一大口。当我在咀嚼的时候呢，我可以吃到那个肉该有的那个油，淡淡的那个梅菜的味道，又有蘑菇的那个香气。这道菜你会看到跟吃到3层不同的口感了。第一层就是那个脆 ，crepe 就是法式料理他们说的用猪网油包炸的东西，我们包了我们煎，所以它会很脆。客家人的梅菜扣肉都是用3层肉嘛。我用的是猪蹄，因为猪蹄会比较鲜，油分也有，但它多出的是胶原蛋白，所以很多口感在里面。是，对。法式料理我们都很喜欢加蘑菇碎，所以我里面有花菇还有白蘑菇。你用的梅菜啊，是甜的。对，我用的是甜梅菜。第2层你吃到的层次就是那个梅菜汁，我们拿葱头、蒜、梅菜爆香它。爆香了，我们再掺入法式的那个浓缩鸡汁，所以你会有一点梅菜的甜味，还有鸡汁的咸味啊，怪不得有这个咸甜的那个效应在那边啊。对。最底层你会吃到我们爆炒过的高丽菜，它的甜味会散发出来。麻烦，我觉得呢，你颠覆版本的客家梅菜扣肉呢，的确呢，就是完全体现了客家美食的那个精神啊，也就是咸肥香。所以我觉得颠覆的非常的成功，恭喜你，谢谢你。Brandon， 现在我要带你去拜访的这位客家人呢，他是家传客家菜第4代传人啊，他的名字叫做 Lawrence。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的曾祖母啊，在那个1940年代的时候，每逢大日子呢，就会以一个街边摊的形式呢，售卖了各种不同的客家菜肴啊。然后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妈妈呢就在小贩中心呢拿了一个档口，与此同时呢，也会有人提供啊这个自助餐。在1990年代呢，他们就开了餐馆。等等，你带我来的是住宅区。哪来的餐馆？你不要打岔我就跟你说，因为近年来呢，整个疫情的关系呢，他们就把餐馆给关了。不过现在呢 ，Lawrence 呢就在家里做一个 home cook， 继续的把这个客家菜呢发扬光大。所以 Lawrence 住，人家说有鸟叫声的地方，就是 Lawrence 住的地方。鸟叫，人家说应该就是这一间了吧？进去了。OK。Lawrence，所以你是第4代家传客家菜传人。对，这个就是古早味的梅菜扣肉吗？不是，这是改良版的。那原来的那个版本啊，又是怎么样的呢？原来的版本就是我曾祖母、我祖母他们的时代啊，就是用梅州的梅菜干。当你说到你曾祖母的时候，她是在新加坡吗？还是在原乡？曾祖母是在原乡。原乡。我祖母煮出来的梅菜啊，太干了，好像在吃草，不适合我们现代人吃的感觉。啊，有这样夸张吗？对。我在1990年的时候，我开了餐馆，我觉得我需要改变这个口味，要适合新加坡人口味，所以我就把梅州的梅菜换成惠州的梅菜。我现在改良的东西就是适合吃这个荷叶包啊，配搭这个荷叶包来吃。对，因为比较传统的，我们都知道是配饭，还有配那个粥嘛。对不对？讲了那么多，你要让我们吃吗？好，你可以试一下。OK。当我在吃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像福建吃的五香扣肉包的吃法一样。福建的是没有梅菜。是。你的这个梅菜扣肉，单单只是用咸的吗？还是你有掺一些甜的梅菜？当然有掺，它的比例是6:4，咸的6，甜的4。古早味的就不会那么咸嘛，对不对？因为用的是那个梅州的梅菜。对。根据我母亲教下来，我们都是没改变，都是用一样的 recipe。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炒梅菜咯。首先咸的梅菜跟甜的，我们要洗干净，切成丁啊。我们会用猪油啊来炒这个梅菜，然后需要很多蒜、盐、糖、蚝油、黑酱油来一起炒。
这样你还记不记得，还是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当时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梅州的梅菜的？梅州的梅菜啊，会比较需要工，最少要蒸2天的水，每晚都要换1次水。怎么才知道浸泡够了？当然，这个是我们厨师的经验哦，我们会看它的发的程度。梅州的梅菜啊，你浸泡了2天哦，那它肯定就不咸。然后我建议你在炒的时候就加多点盐。梅州的梅菜在新加坡会很难找吗？现在你只能去比较古老的那些药材店，因为这个梅州的梅菜现在比较少人用，所以就很少人进口啊。OK， 所以梅菜那个部分我们已经搞定了。那个肉，你的制作工序又是怎么样的？那肉啦，就是用3层肉。早期的肉应该是比较肥的吧？对，7分肥，3分瘦。肉的方面就是要过水，水呢就需要放一点盐跟味精。这个肉要煮到8分熟。当肉烫熟了，拿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皮的表面上插很多的洞。炸的过程，它的皮会很脆。早期你的祖母、曾祖母他们用什么来擦？用牙签啊。用牙签来擦。OK， 所以擦动了之后呢？肉的方面就是放五香粉、盐、黑酱油，然后你就可以涂盐在猪皮的表面，再放一点醋。然后要晾干2个钟头。你有稀释过黑酱油吗？直接抹上去。直接抹上去，对，就是在肉的上面。对，然后我们就拿去炸。我曾祖母那一代，因为做宴席嘛，所以就是整块的3层肉都是直接用油去炸。这个油呢，他们就直接拿来炒梅菜。有那个猪油的香气，还有那个肉的香气。对啊，那到我这一代呢，我就是会把3层肉的表层那边插这个 satay stick， 然后我们炸的时候，因为油温很高嘛，你炸的过程啊，它有个隔离嘛，所以猪皮的表面不会这么快烧焦。3层肉炸好后，我们就直接拿出来，我们就切片。那切完片后，就是拿我们的鸡公碗，先把3层肉皮朝下摆在鸡公碗的下面。梅菜加上去，压紧它，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然后拿去蒸3个钟头。刀扣的时候啊，比较美观，所以它的皮就会刀扣的时候就会向上。古早味用的厨具跟器皿有什么不一样吗？听我母亲讲，以前都是用竹的蒸笼，对，那我们现在都是用铁的蒸笼嘛。所以那时候是用鸡公碗啊，那个碗有多大？就好像现在我们的碗大一点，就是大概8寸大吧。对，就8寸的鸡公碗，可是它的肉啊最少15片，就是肉多菜少。OK， 对，因为现在大多的客家梅菜扣肉哦，梅菜的分量感觉上比肉还要多。那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那就非常谢谢你 ，Lawrence， 因为今天我觉得你真的对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帮助。重点是，我们就用这个梅州的梅菜，就是你要让我吃草啦，啊，对吗？我来考考你啊，为什么客家人啊叫做客人？是不是呢？和来者是客有关联。哇，不错嘛，你也懂一点嘛。原本的客家人呢是住在这个中国中原地区的，不过呢，因为战争啦、饥荒啦，所以他们呢得进行5次的大迁移。当他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迟来到嘛，对不对？所以当地已经住着的那些人呢，就把他们称为客人。所以迟到的人就是叫客人啦，不是这样讲，这样满街都是客人了。所以整个客家人他们就散居各地啦。也因为如此啊，他们就地取材，也把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呢融入在客家菜中，所以呢，你就会吃到很多不同的区域的都有自己的梅菜扣肉。给你看一下来，其中的一个版本啊，这个呢就是咸烧白，长得跟客家的梅菜扣肉有点像哦。根据我这个调查，这里说了，当年的客家梅菜扣肉传入四川当地之后呢，当地人呢就融入了四川的特色口味吧，也就是四川花椒还有那个辣椒啊，延伸出这个四川的咸烧白。
我现在呢就要去品尝看不同版本的梅菜扣肉跟古早味的客家梅菜扣肉呢有什么不同？好啊，我们一起去。不可以，因为你得准备啊，要还原这个古早味梅菜扣肉的那些食材嘛，对不对？哎，那个就由你做，辛苦的东西由我做，我去跑台了啊。OK， 哎，这个留给你了哈，好好的去打这啥，不送了。OK。根叔，哎 ，Pam， 哎，你好啊，等你很久了啦。哎呀，不会很久啦，我都没有迟到。所以根叔，你来新加坡有多少年了？我从香港来新加坡44年，这间档口的开了多少年了22年。22年了。所以现在 Pam 你是来帮 take over， 你 take over 啦。还有我哥哥，还有我嫂嫂。啊，所以是家族生意。OK， 那很好。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谈谈了这个港式的梅菜扣肉了哈。看起来啊，真的是非常诱人，然后分量也非常的多，是中仔饭的形式。中仔饭。你们将那个扣肉拿起来。OK， 先拿那个肉，把它给拿出来。跟住咧，呢個梅菜同個飯撈勻佢，把它搅拌均匀了，然後每一口裡頭呢都是飯，還有那個梅菜。啊，對啦對啦。啊 ，OK。這幾天呢，我吃的呢都是鹹的梅菜，不過它是甜的梅菜哦。對，我們係用呢個惠州嘅甜梅菜嚟做嘅。所以你用的是惠州的甜梅菜啊。哦，因为大致上在新加坡的那些很多餐馆用的梅菜啊都是咸的，为什么你会选择用甜的不用咸的呢？咸呢，新加坡很多都不喜欢那个。OK， 人不喜欢吃的太咸。像这个梅菜啊，你是怎么样的處理的呢？我們嘅用薑啊、葱線啊嚇爆一爆，炒佢，俾啲鹽啊，俾啲老抽佢，調一調個色，跟住咧吹1個小時咯。好，現在我要吃一下你的這個扣肉了，因為客家人的這個扣肉哈，他們注重的是這個鹹肥香嘛，對不對？它一定要肥，所以你用的也是3層肉。啊，3層肉。我們先爆香小蔥頭那些，然後再放南乳、腐乳、黃豆醬，煮成一個醬，就把那個肉放進去燜一燜，然後再拿去蒸。味道非常的不一样，不一樣。我認為啦，客家的梅菜扣肉哈，除了那個肉的香氣之外呢，它那個最強的那個味道，一定就是那個梅菜的味道。哎，不過當我在吃你的這個扣肉的時候哈，它有蠻多層次的那個味道在那邊。你的梅菜有沒有跟肉一起拿去蒸？沒有，另外。哦，是分開的啦，它們完全是分開的，直到最後你們把它組裝在中仔裡頭的時候。你才是先有飯，然後放那個梅菜上去，再把那個肉給放上去。啊，原來是這樣子。那 Pam，你現在的做法呢，是不是跟你爸爸教你的一模一樣的？ Yes， 都一直照着他做。為什麼呢？都不敢換，因為他的口味他調好了，每個食材都要用稱過才可以煮。要那麼精準啊？ Yeah。因為我個方法好多人接受咗，已經係好食。因為大多數你的熟客哈都已經吃習慣了那個味道，不能隨便亂來。的確，當我在吃你這個中仔飯的時候呢，我就可以感覺到啊，港式的那種 influence， 那個味道都在裡頭。所以非常謝謝你們今天2位啊，跟我分享這一道菜。說到這個台灣餐飲，你會想到什麼呢？滷肉飯，泡泡茶，臭豆腐，沒有哈。OK， 鹽酥雞，對呀，炸雞排，沒錯。不過對我來說啊，印象最深刻的呢，不外乎呢，一定就是台灣粥。本地呢就有一間台灣粥餐館呢，他們的招牌菜呢就是梅菜扣肉。到底台式的梅菜扣肉跟客家的梅菜扣肉有什麼不同呢？Karen， 你好，我們的餐廳創立於1971年，是新加坡首家台灣粥。OK， 所以這一道是你們的鎮店之寶。是的，我們的梅菜扣肉是最受歡迎的一道菜。吃這個的話呢，一定要配這個台灣粥嘛。是的。這個梅菜扣肉，
对，有五香的味道在那边哈。是的，这是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梅菜扣肉特别是我们的卤汁。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制的药包，里面有了五香，还有20多种的材料、药草这些东西。20多种那么多？是的。你们的这个梅菜扣肉哈，是带一点点的那个辣劲儿在那边，因为你们放了辣椒干。对，我们的那个梅菜是用蒜头和辣椒干炒香，炒香过后呢，我们焖辣椒干，只是稍微的一点点而已，所以不会辣，小孩子还能吃。过后我们就处理我们的3层肉，我们的3层肉是先烫过，然后我们会切片。我们的肉那个 proportion 就是一定有肥跟有瘦肉。是。过后我们就油炸，才放进去卤汁焖。煮多久呢？几个小时啊。几个小时。对。没有讲去蒸啦。蒸是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就用了客家的方式，就是把那个肉对先放在那个碗里头，那个皮朝下，对，之后你还加了那些梅菜，最后反扣，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品。单单我是看卖相的话呢，它就非常的像啊，这个客家的梅菜扣肉，那个肉哈就是在上面，然后下面是梅菜，它的这个味道呢就跟客家的梅菜扣肉呢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客家的梅菜扣肉呢，它主打的那个味道呢就是那个梅菜，不过这个呢，比较强的扑鼻而来的呢就是五香，对，所以我们的味道比较相似台湾的那个卤肉饭。是真的，我吃这个台湾之后，配上这个梅菜扣肉呢，我觉得是一个绝配，吃起来呢非常的暖胃。谢谢。我们拜访了那么多位店家还有专家啦，他们跟我们分享的那个食材呢，来来去去的大同小异，就是那几样。我们当然有蒜头、白胡椒粉、黑酱油、盐、糖、猪油、3层肉。我们看一下它是否够肥。哇，这个是肥到不行啊！你要肥死我们啊！咸肥香，我们已经是有那个肥在那边了。OK， 这个呢就是梅州的梅菜，梅菜上面一点盐都没有，不像那些惠州的梅菜，对，那个是上面全部都是撒满盐的。珍姐就说啊，这个梅菜很难找的，你是怎么找到的？这个是在一个杂粮店找到的。找这个有那么难吗？其实不怎么难。当我到杂粮店的时候，那个店家呢还问我说，我要大步的还是这个梅州的？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烫那个猪肉 ，OK， 我们就加些盐巴进去这个热水里面，多点盐吧哈，让我看看多少 ，OK。那我们就把这个3层肉放进热水里面，要放多久啊？大概25到30分钟。当我们在等着当儿啦，哈，我们就准备处理这个梅菜。对，我们就拿一盆水，然后就把这个梅州的梅菜呢浸泡，它软化了之后，对，你才可以把那个叶子跟它打开嘛，对不对？对。OK， 所以这个我们就搁在一旁。对。当然我们已经预先的把它处理好了，要不然的话哈，我们哪里有时间？多少个小时之后呢？对，梅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哦，真的是软多了哈。对，这个呢，我泡了大概5到6个小时，我们就把它给切碎。今天呢，我们是用了这个梅州的梅菜来做，原因很简单的，每个人都跟我们说了，这个梅州的梅菜啊，要把它煮好需要一定的功夫。我对我们 Brandon 的这个手艺呢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前2季呢，他的表现呢都非常的好，不要让我失望就对了。有可能那个不会的啦，很好的呀。好的。OK， 这个3层肉，你说要多少分熟啊？8分熟。哇，小心。OK。接下来这个步骤呢，我们就用竹签把这个煮到8分熟的3层肉呢戳洞。OK， 好。下一个步骤呢，我们来上色。上色，我知道了，你需要稀释那个黑酱油，对不对？对，2汤匙的黑酱油，放2汤匙的水。调味料不外乎就是黑酱油啊，就好像赖老板的说法啦，对，就以非常简单朴实的方式去做。当然，老人那边呢还有加很多东西啊，有五香粉啊，还有什么醋啊，我们就简单的去，不难发现啊，这个客家人他们煮东西哈，用的那些食材都非常的简单，一切呢就让食材自然的那个味道发挥出来。是的。
老板们说的水的比例好像比较多嘞。对。不过我觉得呢，如果水的比例比较多呢，就比较难上色。 OK， 咱现在就把它风干2个小时。这个就是风干好2个小时的3层肉。OK， 下一个步骤我们就要把它给油炸。OK， 所以我来负责油炸这个3层肉。你要不要开始煮饭呢？因为饭需要点时间的嘞。好。这种厨师就是这样子嘞，在厨房没有sous chef的时候，就整个人就很乱了嘞。要炸多久呢？大概5分钟。 OK。哇，有美到。OK， 饭已经好了，这个差不多要到5分钟了，所以我要把它拿出来了哈。可以拿出来。我们要把这块肉呢，把它浸泡在水里面。直接放在水里头。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皮呢就会呈现一个皱皱的感觉，视觉上比较漂亮，而且它也能够吸收那个梅菜的味道。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多余的油倒出来哈。对，我们需要炸过猪肉的油来炒梅菜。你会用这个油，是因为这个油里头已经有那个肉香味。而且还有那些猪油了嘛，对不对？在以前嘛，客家人都喜欢用猪油来炒菜，就比较香一点，所以我就选择加一点猪油。OK， 加。哇，那我们就加入梅菜。老板要多少蒜头？10颗的蒜头。 煮这个客家梅菜扣肉，那个蒜头要多一点。那我们的调味料呢，就是简单的白胡椒粉，然后盐需要多一点哈。对，糖要多少汤匙？就放2汤匙吧。黑酱油，对，黑酱油。好，那还有水。OK。当我们这个梅菜在炒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肉切成片。你看这个猪皮哈。 好像是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就把它切成大概2公分的肉片吧。切好了过后，把这个肉呢皮朝下就放在这个鸡公碗的里面。梅菜已经好了吧？对。哇，真的啊，有这个梅菜的香气，有那个蒜头的那个味道。我们就把煮好的梅菜就放在这个肉的上面。 因为它整个都是覆盖着那个肉嘛，蒸的整个过程呢，那个梅菜的那个汁的那个味道呢，就可以渗透那个肉。对，还要淋上那些汁哈。你现在再把它给压扁了。对，等一下倒扣回来呢，就比较容易吧。蒸笼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要盖啊？对，我们就用这个铁盘来盖。OK。这个要蒸多久啊？大概3个小时。3个小时啊？这样我们要去做什么啊？抓 spider 啦。OK 咯。OK。开饭！哇哦！哇！好了，那我刚才呢就从碗的里面把它给倒扣过来。哇，有味道嘞！这是我看过那么多的梅菜扣肉哦，长得最漂亮的。开动 ，OK， 给你多点饭了哈，谢谢。祝你快高长大啊！给我饭桶。哦，我的天哪，全部都是油，下面的瘦肉这样烧。对，7分肥3分瘦。我拿这个呢。OK， 至少这个还有一点瘦肉。那个脂肪哦，就这样子的化掉了。我根本都不用去咀嚼，我用舌头推来推去一下，它就融化了。然后那个瘦肉少之又少，不过有那一丁点的，当我咀嚼的时候呢，就有淡淡的黑酱油的那个香气，还有那个梅菜的香气也在那边。我长得那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梅州的梅菜，来吧。 还不错了，是，只不过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它比较多那个纤维，是，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慢慢的咀嚼，越咬越香，我觉得。重点来了，有什么感想？如果没有这个还原的机会呢？我看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自己亲手做这个客家梅菜扣肉，就是很感动，很感动。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看这个节目的就是你的妈妈。 我看你的妈妈现在看了你的成品之后呢，她会觉得非常的窝心，也是，然后也会勾起很多的回忆。那当然，这道菜也想让婆婆看，不过婆婆已经不在了。你知道现在的这些客家餐馆呢，就是少之又少，搞不好有一天哦，如果没有传承下去的话呢，就找不到这些餐馆了。不过还好有你，哎呦弟弟。
哦，我的天哪 ！OK， 可以 OK， 哦 dear，OK。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做的没有，你不用 sorry 的。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感触呢，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古早味侦探的一种精神在那边。我们不单单只是找寻了这个古早味的那个味道，更重要的就是那份情感和我们那时候共同的一些回忆。Well done, Brandon. Well done.